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还把赵丽颖当小花？看看这张照片再说吧，绝对颠覆你的印象。2020年5月28日晚上，赵丽颖在个人社交平台展示了2张令人叹为观止的照片，并且配文：健身有点小优势。点开大图，不少人的下巴都掉到了地板上，那纤瘦的身形，盈盈一握的细腰，谁看得出这是一个宝宝才1岁多的妈妈呢？看看她玲珑的肱二头肌，结实的胸大肌，轮廓分明的背肌，说她是行走的荷尔蒙也一点不夸张啊！你是不是也曾经把赵丽颖当小花？看到这组照片之后，有没有颠覆了你对她的印象呢？没想到看起来盈盈弱弱的赵丽颖，居然也有如此威武霸气的一面。如果说剧中角色的坚强是演技和导演调教的结果，那么这组肌肉照就绝对是她现阶段个人拼命努力的证据了。赵丽颖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平凡的出生了，她从不隐匿自己的出生背景，甚至还在多次访谈中主动提及普通的童年，这一点也让她十分吸粉。毕竟在追星人群当中，绝大部分基数的都是和她一样背景普通的平凡人。如果没有赵丽颖的出现，也许他们还一直以为野百合不配拥有春天呢。人无完人，金无赤足。娱乐圈每个演员一路走来都有着各自的艰辛不易，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，赵丽颖既然有如此的毅力，将身材管理得如此出色，今后就一定还会有更好的机会达到更高的台阶，我们也会一直支持你的哦。女明星现场称体重，杨幂很紧张，赵丽颖不敢相信，她比丽颖还要轻。荧屏前的女明星漂亮，身材好，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随便拍个照都可以做屏保。在电视剧中也是，穿上古装如仙女一般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拍都是那么美丽，真让人羡慕。那你知道你所熟悉的女明星体重是多少吗？在《偶像来了》一期中，女神学作称集体称了体重，首先是蔡少芬，她一直是比较骨感的，体重是不到111斤，她可是有1.7米多的，这个重量还算比较正常。我们的娘娘可是属于运动健康型的。第二个称体重的是紫霞仙子朱茵，当年她的紫霞仙子造型太美了，她是比较瘦的，属于那种小巧玲珑型的，她的体重是96斤，没有过100斤。张含韵看起来肉嘟嘟的，但也只有98斤，没想到她体重也没有过100，感觉她应该有100多斤。看来屏幕上是会把人拍胖的，娜扎体重正好是100斤，因为她有那么高，比张含韵的体重高那么一点。赵丽颖的体重是90斤，当她听到自己的体重后大吃一惊，说比之前长了6斤，和老师问是好还是不好，她斩钉截铁地说不好，不好，哈哈，看来女明星对自己的体重要求太高了，真的是为了在荧屏前给大家展示美好的一面，背后要付出太多。被临时逼着称体重的还有他们，在真正男子汉中，杨幂、佟丽娅入营体检被要求称体重，佟丽娅一直是比较瘦的，她没在怕的，上来就称，体重是88斤，沈梦辰是105斤，张兰心是114斤，没想到佟丽娅比丽颖还轻。轮到杨幂称重时，她显得很紧张，把鞋子脱掉，还向教官撒娇申请把外套也脱了，说外套重，哈哈，最后称的体重是不到96斤，也是没有过100，这个真是完美体重啊，多少人羡慕这样的体重啊。花千骨拍摄年龄，霍建华34岁，颖宝26岁，他有点意外了。哈喽，大家好，你们最爱的小编又上线啦。从花千骨播出到现在，大约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吧。剧中当时很多演员，现在也都有了各自的发展，很多演员还结婚生子了。那么当他们拍摄这部剧的时候，都是多大的年纪呢？首先要说的就是女主人公赵丽颖了，她扮演的小谷，为自己获得了大量的人气。赵丽颖在剧中的造型很嫩，看着也就18、19岁的样子，
但其实当时拍摄年龄已经26岁了。霍建华扮演的白子画高冷自律，当时看的时候觉得他的演技真的挺不错的。霍建华出演这部电视剧之前就已经很有人气了，还拥有自己的代表作品。别看当时34岁，但扮演这种高冷人设还是很可以的。李纯出演这部电视剧的时候都已经25岁了。李纯之前其实也出演过不少的电视剧，担任的也是配角。但直到这部剧中的倪漫天一角，他才真正走红，获得了更多的关注。另外要说的就是唐宝的扮演者了，演员名叫安岳熙，她的少女感很足，给人感觉就像是17、18岁一样。不过她的拍摄年龄挺让人意外的，居然有24岁了，而且还英年早婚，一直都很低调幸福，真的是太让人意外了。赵丽颖气质变绝佳，马国明夺视帝，努力是为了让选择更有底气。在无线举办的万千星辉颁奖礼2019上，提名12次的马国明，终于凭借《白色强人》中饰演的唐明医生，首度夺得 TVB 最佳男主角。宣布得奖一刻，台下掌声不断，他却一脸懵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直到后排女演员起立鼓掌，其他演员越过人群来拥抱他，他依然一脸不可置信。入行19年，提名12次，他不是没对得奖抱过期望，但陪跑的12次里，4次失望而归，让他对自己获奖这件事有些愕然。但其实45岁的马国明将近20年的演员生涯足以大声宣告，他配得上这个奖。2019年对马国明来说是艰难的，本来靠着兢兢业业演戏都没有让所有内地观众认识到他这个人，却靠着女友劈腿被大家所知，这不是他想得到的结果，但偏偏天意弄人。据说事发前他还在努力工作，事发后他只休息了1天，第2天就赶回去工作。马国明被称为 TVB 小生之一，年轻的时候他跑过很多龙套，甚至没有台词，也不太受重视。其他同期艺人都开始演主角时，他才开始演配角，但他从不抱怨角色小、台词少，认真对待每一场戏是他的原则。有时候片场没有他的戏，他也早早过去，随便坐在片场一角，或者研究剧本台词，或者研究前辈们演戏，向他们学习，努力坚持，就这样成为了他人生一件平常的事。自己演技不好就努力去学，演绎了100多部剧之后，他也在演技上得到了认可和喜爱。前些年总是陪跑颁奖礼，很多网友为他鸣不平，他自己反而看得开，只要自己努力了，在演戏这件事上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，得不得奖的无所谓。赵丽颖的努力在演艺圈人尽皆知，从群演走出来的她活成了所有普通女孩梦想的样子，更用实力告诉那些有梦想的人，只要努力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何炅曾说过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，但唯有努力这件事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。如果你没有为了一件事努力过，你就不要在最后不如意的时候抱怨这个世界不公平。杜江说，努力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事，因为努力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而不是突如其来的心血来潮。机会从来不会从天而降，勤能捕捉是他坚信的真理。知乎上有人问，你为了一件事付出过怎样的努力？双引号。有人为了考研，一天只睡2-3个小时。有人高3时候才知道努力，每天刷题刷到吐。有人为了能在国外读书，每天刷5个小时盘子。有人为了锻炼身体，坚持7年，每天玩哈桑100个仰卧起坐。有人说，选择大于努力。我们确实不应该否认选择的重要性，但是即使作为成年人的我们，也不见得在人生这条路上次次的选择都是正确的，都是符合自己的。所以，当选择偏颇或者不理想时，我们除了埋怨，还有努力。有人走了很多弯路回到了正轨，有的人一辈子都在走弯路，但却从来不放弃。直到生命的终点，我们可能懊悔自己的选择，但总不该再去懊恼自己的懒惰和借口。
人生总要有一样拿得出手的东西，但天赋是极少数的，唯有努力是所有人的。知乎上那个人的努力有多可怕的问题下，有个高赞的回答：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，死神似乎也望而却步。很多患了同样病情的人不到3、4年就去世了，而他却跌跌撞撞地挨过了19年，并且依然乐观地迎接着每一天的到来。我们努力地活，努力地生活，努力为来这人间一趟，总要留下些什么。你必须非常努力，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。双引号。我们羡慕赵丽颖的成功，感叹马国明的成就，赞美杜江成为新中国70周年献礼片第一男主角。所有光荣和称谓背后都是努力的结晶。湖水的表面总是平静美好，但暗底下的汹涌都是他们努力流淌着的信念。所以，当我们羡慕别人成功时，我们也别忘了看到背后努力的力量。